这是目前最便宜的雷电式1000元小主机，雷电接口不仅能输出 DB 信号连接显示器，还能接受100瓦以上的 PD 电源供电，连接雷电式硬盘当然不在话下。更厉害的是，雷电万兆网卡附身后，它的网络连接速度能接近10G。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英特尔 i5-12450H CPU 的大唐 T0-RL50 小主机。雷电式接口可怜万物，目前市场上英特尔 CPU 的在1000元级别装置雷电式接口的小主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一般都是给装置个 Type-C 接口就可以了，大概率是10Gbps 的速度。我是觉得雷电式接口真的很有用，因为我把 M4 Mac mini 的3个雷电式接口都用完了。大家觉得低价位的英特尔酷睿小主机有没有必要装置雷电式接口呢？大唐 T0-RL50 装置 i5-12450H 8核12线程，内置 48EU 的 UHD 核显，双通道 DDR5 4800兆赫兹内存，双 M.2 PCIe 4.0x4 的接口，3屏显示输出， 2.5G 网卡加 WiFi 6。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 线缆、螺丝刀和螺丝、说明书。这块单槽小电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小主机外形不错啊，这个白色还挺好看的。机身接口，前面板双 USB 3.2A 口， USB 3.2C 口不支持显示输出，耳麦接口，电源开关键。后面板 2.5G 网络接口，全功能雷电式接口， USB 2.0 接口， DP 1.4 接口， HDMI 2.0 接口，19伏电源接口。后部、底部、顶部都有通风口。取下4个脚垫，卸下4颗螺丝。看看内部接口情况，双 DDR5 4800兆赫兹内存，一条 PCIe NVMe SSD， 空置一组 NVMe SSD 插槽，这是预装的 WiFi 6无线网卡。BIOS 里我们能看到内存是 DDR5 4800兆赫兹，预置的 PL1 和 PL2 设置的都是45瓦。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一条直线运行在45瓦，整机功耗68瓦左右， CPU 有效频率稳定在 3.3 GHz。我们一直单烤了1小时03分钟， CPU 功率保持在45瓦，室温23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85度， SSD 温度最高45度，这散热还是不错的。 CPU-Z 多线程 4249.3， 单线程703。我们这次找的是一大堆1000元小主机的 CPU 来对比，可以看到大唐 12450H 和各家的 AMD Ryzen 5 5600H 多线程性能是差不多的。Geekbench 5多核7938，单核1597。这个测试是英特尔 CPU 相对于 AMD CPU 的强项，大唐 12450H 排在了前列，超过了 5800H、4800H， 更不要说 5600H 了。Geekbench 6多核9111，单核2259。好啊，干脆直接登顶了，多核性能落在了1000元小主机的首位，连 6800U 都超过了。Cinebench 223多核9298，单核1650。多核还是和 Ryzen 5 5600H 差不多，也超过了 Mac mini M2。Cinebench 2024多核548，单核98。多核性能不如 4800H、5700U。Passmark 多线程18881，单线程3630，基本上还是和 Ryzen 5 5600H 差不多。从以上的跑分数据看，虽然有些起伏啊，大唐 12450H 性能释放，多线程应该接近 5600H。然后看娱乐大师总分979934， CPU 得分433022。我们还给 i5-12450H
运行了 OpenW 测试 ，AES 915,993， X220 483,460， CoreMark 271,239，在 CoreMark 成绩上还是接近 5600H。 我们来玩游戏，原神 1080P 低画质，跑起来大概40帧，不太好。英雄联盟 1080P 中等画质，最后大团战平均120帧左右，这就是 48EU 的 UHD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能玩就不错了。显示输出 HDMI 2.0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60Hz 8位 RGB 显示信号，雷电视和 DP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Hz 8位 RGB 显示信号。我们的显示器 DP 接口可以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这台小主机的雷电视和 DP 接口可以输出 4K 160Hz 8位 RGB 显示信号。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接口能输出 4K 60Hz 8位 RGB 显示信号。接着我们看看 i5-12450H 48EU 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它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1 视频、YouTuber 8K 60帧 AV1 视频流畅播放。原厂 NVMe 硬盘测试3400兆比每秒，这是一块 PCIe 3.0x4 的 SSD。雷电视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比每秒，这是不错的雷电硬盘的速度。WiFi 测试，这次是英特尔 X200 WiFi 6无线网卡，跑到了700兆 bps 以上，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不错的无线性能。2.5G 网卡我们使用 iPerf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7G， 跑满了带宽，这些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雷电视接口外接雷电万兆网卡，没有开矩阵的情况下，我们跑 OpenSpeed Test， 下载 9.8G， 上传 7.6G， 达到了万兆的标准。有雷电视接口，就有今后接入万兆的希望。大唐 12450H 45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功耗没有超过75瓦，待机最高功耗才 10.7 瓦。按这个结果，120瓦的 DC 电源能够搞定，雷电视接入 PD 100瓦电源也能搞定。室温18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31度， SSD 待机温度32度。 CPU 测试满载的噪声49分贝，收回在耳边41分贝。大唐 12450H 出厂45瓦的性能释放，性能还是不错的，和同是千元机的 CPU 的 5600H 差不多。双 PCIe 4.0x4 的接口，单 2.5G 网口，3个不同的显示接口，接口兼容性已经很不错了。但我还是要大夸一下雷电视接口，这几乎是接近1000元英特尔酷睿小主机仅见装置雷电视接口的。同等档次的 AMD 小主机，不论 680M 核显还是 780M 核显，今年都已装置 USB 4接口，英特尔的小主机也不能落后啊。雷电视接口不但能连接高速雷电硬盘，还能连接雷电万兆网卡，保留了以后作为家庭网络里万兆终端的可能。我要为大唐 12450H 点一个大大的赞。缺点吗？虽然可以使用我的140瓦的 PD 电源驱动小主机，但是不能用我的显示器 Type-C 接口连接雷电视接口供电使用，怪不得要求100瓦以上的 PD 输入。总结一下，45瓦的性能释放，多线程性能接近 5600H， 散热优秀，静音稳定，接口兼容性对比同等档次小主机可以算优秀了。在1500元以下这个价位， AMD CPU 的竞品实在是太多了。那么英特尔产品中呢，大唐 12450H 是有很多亮点的，它的价格在12代英特尔酷睿 CPU 中不是最低的，但它的接口却是最好的。最关键的是它有雷电视接口，别家都没有。它有 2.5G 网口，别家大部分都是1000兆网口。如果你确实需要1000元级别的英特尔 CPU 的高性能迷你小主机，考虑这台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这能占未来的雷电视接口，我认为就值得我们的推荐。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